江湖相遇，朝堂对立，一段帝后之间的爱恨情仇，虐心程度堪称古装剧天花板。凤凰台上是一部古装虐恋剧，由任嘉伦和彭小苒主演，改编自谢楼南的小说《我的皇后》，讲述了年轻皇帝萧焕与侠女林苍苍之间从江湖相遇到朝堂对立的复杂爱情故事。下面我用大白话为大家分级介绍主要剧情内容。前期，江湖相识，情愫暗生。皇帝化身江湖客，南齐王朝的年轻皇帝萧焕空有为民之心，却被朝中首辅大臣勾结江湖势力，把控朝政，处处受限。为了救国，他化名白池帆潜入江湖，在这里邂逅了性侠仗义的凤来阁阁主林苍苍，两人一见如故，一起仗剑天涯，惩恶扬善，在相处中情愫渐生。身份揭晓的冲击，萧焕发现林苍苍竟是朝中首辅的女儿，而且根据先帝遗诏，她即将成为自己的皇后。这个发现让两人都陷入震惊和矛盾中，一个是想要革新政治的皇帝，一个是控制朝政的权臣之女，他们的感情瞬间被卷入身份对立的漩涡。中期，爱恨交织，虐心升级。大婚之后的折磨，林苍苍如期入宫成为皇后，但夫妻关系因立场不同而充满误会和冲突。萧焕身患隐疾，被权臣压制，看似柔弱却内心坚韧。林苍苍则从叛逆侠女被迫适应宫廷生活，内心充满挣扎。多方势力搅局国师杜听心，表面清冷高贵，实则暗恋萧焕多年。王爷萧千卿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心怀鬼胎，与萧焕之间的兄弟权谋线充满看点。在多方势力的夹击下，帝后二人的感情被一次次推向深渊。后期，极致虐恋，生死相护，身心摧残萧焕身中寒毒，多次命悬一线。林苍苍2次怀孕却均以流产告终。剧情越来越虐，两人因立场不同而产生无数误会，有高位者为爱妥协的隐忍，也有吐着血安慰女主的揪心互动。终极牺牲与结局在至亲至爱的联手逼宫下，萧焕甚至被逼死。林苍苍为救丈夫，不惜以死相逼，展现出刚烈又深情的性格。最终，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两人携手平乱赈灾，惩处贪墨，在为百姓谋福祉的过程中，也寻获了自己想要直谏江湖的初心。凤凰台上通过江湖侠义与朝堂权谋的交织，展现了一段极致虐心的帝后爱情故事。剧中不仅有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还有丰富的配角线和权力斗争，使得整个剧情更加丰满。如果你喜欢虐恋题材的古装剧，这部戏值得一试。但请准备好纸巾，因为真的很虐。任嘉伦向来号称不虐不接，一部《周生如故》中一句“臣此一生，不负天下，为父11”，收获了多少眼泪。彭小苒当年仅用1部东宫，便直接演活了血染白衣，生命只于18岁的明德皇后、西周9公主曲晓峰。任嘉伦和彭小苒也真是不负期待，凤凰台上中的年轻帝后，相识于利欲交织的江湖，受困于波谲云诡的朝堂，因误会丛生而相爱相杀，好一出强制爱下的恨海晴天。一心想要掌握实权，解救黎民百姓的少年帝王萧焕，与一心向往江湖，立志做女侠、性侠仗义的贵族少女林苍苍，本是姻缘天定，却从相遇开始便注定爱恨交织。萧焕与林苍苍之间爱的底色，似乎本就是一场悲剧。若没有那些阴谋诡计，或许志不在高位的三皇子萧焕，会与四处游历的太傅之女林苍苍于江湖相遇，在危难中相爱，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可偏偏他们的相遇藏了太多的身不由己。高高在上的帝王却是被架空权力的傀儡，权臣之女竟格外的天真善良，拖着饱受寒毒折磨的身子，坐在群狼环伺的龙椅之上。无论是最初想要亲政，还是后来的迷族深陷，林苍苍都成了萧焕的人生中最大的变数。曾几何时，萧焕是大齐后宫之中最卑微的皇子，母亲孕中之时身中寒毒，令萧焕自出生之日起便饱受病痛折磨。一个出生在皇室的病秧子，自然无人在意，偏偏当朝太傅林雪峰选中了他，决定扶持他坐上皇位。担太傅之职，收皇子为徒，本就是职责之内的事情，可萧焕却向林雪峰行跪拜之礼，承诺林雪峰，他日我若登基为帝，必拜老师为相，封苍苍为后。自此
身为太傅高徒，萧焕终究成了大齐最年轻的帝王，但他的坚韧和狠辣却出乎了林雪峰的意料，甚至令他觉得有些后悔。所以林雪峰才会认为萧焕是蛰伏在雪地里的狼崽子，别人都觉得他孤苦无依，软弱好欺，但大家好像都忘了，他终究是一匹恶狼。但萧焕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当初林雪峰之所以选择他，不过是觉得他是一只快要死掉的狼崽子。林雪峰野心勃勃，选中宫中这个将死的皇子，扶持为了傀儡皇帝，只为名正言顺的大权在握。可萧焕虽娘胎里带着寒毒，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不仅练就一身武艺，以深厚的内力抵御寒毒，又有国师杜听心炼出的秘药，克制寒毒。多年蛰伏隐忍，只为掌握命运，所以被林雪峰选中，一步步登上帝位。萧焕要做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手无实权的帝王，只是朝堂之上，龙椅之侧，有柳太后垂帘听政，百官又以林雪峰马首是瞻。对于萧焕，林雪峰只留下一句：苍苍驾你之日，便是你亲政之时。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自从萧焕登上这个地位开始，无论是柳太后还是林太傅，都在觊觎着他的这条命。这些年，萧焕多次提出迎娶林苍苍入宫，可林雪峰都是以林苍苍年纪小搪塞，后来更是说自己的女儿太过任性，逃婚离府，一时半会找不回来。实际上，萧焕一直都知道林苍苍跑去了南楚，不做太傅之女，做起了姓侠仗义的侠女。南楚之地，张玉为王，那是九皇子豫章王萧千卿的地盘。当时南楚时有少年失踪，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萧焕只是提起这件事，朝臣便各自为政，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起来，根本不把萧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但萧焕并不在意，毕竟提起南楚少年失踪之事，只是一个影子，他早已打算亲赴南楚，一来探查此案，二来去会一会这位太傅独女林苍苍。林苍苍的确是逃婚离京，其中却有其父的纵容。林雪峰不愿女儿过早出嫁，也希望女儿可以在婚前获得绝对的自由。林苍苍从来不知父亲的算计，也不知朝堂汹涌，只是因幼时被拐的经历，获救后拜了恩人为师，苦学武艺，立志当了一个江湖侠女。他的师傅名为利禄，本是江湖高手，因爱女走失，意外救下了林苍苍。遗憾的是，林苍苍安全获救，而利禄的女儿却已死无全尸。林苍苍拜了利禄做师傅，将他视为与父亲一样重要的人。因为林苍苍，利禄在暗中为林雪峰做事。江湖之中有一作恶多端的组织，名为灵璧教，利禄便是组织中让人闻风丧胆的鬼王，但这些林苍苍始终不知。萧焕来到南楚之时，林苍苍开设的凤来阁正在摆擂台招堂主。为了接近林苍苍，萧焕化名白池帆，上擂台打败了林苍苍的义兄罗显血。只是林苍苍误以为萧焕是他父亲派来的人，所以对他满心的怀疑，根本不愿招揽他入凤来阁。却没想到，因为罗显血被林雪峰召回，林苍苍无人可用，只能暂时相信萧焕。当林苍苍听到萧焕的化名是白池帆时，又惊讶又想笑，还有人叫白吃饭的。而令萧焕意外的是，林苍苍招揽堂主后下的第一个命令，竟是让他假扮豫章王，前往金铁矿，索要一块燕霜金铁。林苍苍的理由是他想用那块难得一见的燕霜金铁，铸造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剑。可萧焕暗中调查少年失踪案时，线索也指向了金铁矿，所以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因萧焕清楚地知道，金铁矿的背后是灵璧教，而灵璧教的背后之人，恰恰就是林苍苍的父亲林雪峰。直至两人在金铁矿内九死一生，且萧焕终于得知林苍苍想要燕霜金铁是真，可调虎离山想救被困的少年却也是真的，他才确定林苍苍对林太傅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矿洞历险，萧焕与林苍苍都为护彼此，不计生死，情动只在生死的一线之间。尤其是在危急关头，萧焕竟将唯一的一颗救命良药塞进了林苍苍的嘴里。林苍苍感动得一塌糊涂，再也不怀疑萧焕了，就连称呼就变成了亲切的小白。平安归来后，萧焕发现被救回来的少年与失踪的人数出入很大，一番调查，线索指向了博堂画舫。萧焕带着林苍苍乔装打扮混入画舫，
为了掩人耳目，萧焕连尊严都放弃了，任由林苍苍将他刻画成一个身患难以启齿的隐疾的夫君。可无论他们的伪装如何出神入化，最终还是暴露了身份。萧焕的人布下天罗地网，博堂画坊为毁灭证据，点燃了火药。为救林苍苍，萧焕再次受伤，被带回凤来阁时，已经昏迷不醒了。林苍苍醒来后，守在萧焕床边，以泪洗面。终于等来萧焕从噩梦之中惊醒，还一张嘴就是直求告白，想要求娶林苍苍。对萧焕深信不疑的林苍苍，带着他和那块验霜精铁去见了他的师傅利禄。利禄用验霜精铁打造了2柄宝剑，送给了林苍苍和萧焕。林苍苍想起师傅为女儿雕刻的那柄木剑，虽为自己的剑取名为杨柳风，而萧焕则为自己的宝剑取名为王风。那天是月圆之夜，鬼王内力全失，而萧焕也发现了利禄的真实身份。利禄支开了林苍苍，告知了自己与林苍苍相识的过往。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也罪孽深重，唯一所求就是不要将他的身份告诉林苍苍。所以林苍苍归来之时，见到的只有萧焕一剑刺死利禄的那一幕。师傅的血仇成了林苍苍与萧焕之间误会的开始。萧焕不愿心怀天下的林苍苍知道，他的父亲师傅竟是搅起腥风血雨，致使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他想将他留在身边，令他永远保存着天真和善良，哪怕他憎恨自己。为此才有了1年之后，萧焕逼婚林苍苍，罗显血带林苍苍出逃，却被萧焕以罗显血和林氏全族的性命胁迫，不得不嫁入皇宫为后之事。在那个片洁白无瑕的雪地中，萧焕与林苍苍是恨海情天，而林雪峰却成了受君王胁迫的慈父。可本该命定相爱的2个人，就因为他的利欲熏心，才逐渐走向相爱相杀之路。萧焕宁愿林苍苍恨自己，也不愿告诉他真相。林苍苍一边爱恨两难的面对萧焕，一边艰难的寻找真相。当林苍苍终于找到了真相，知道了萧焕的苦楚，却也永远失去了他。这其中有帝后携手闯江湖、诉朝堂、护江山的热血，但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的虐恋情深。究竟是不负挚爱，不负天下，还是少年帝后生死相随？凤凰台上会告诉我们答案。